一日清晨，林中微风徐徐，阳光透过竹叶洒落地面，斑驳闪烁，鸟儿啼鸣不息，空气清新宁静。佛陀端坐在竹林精舍讲堂前的法座上，众弟子围坐一圈，肃然恭敬。阿难尊者整理衣襟，合掌起身，走到佛陀座前，顶礼三拜后，恭敬地问道：“世尊，弟子心中有一疑惑，愿佛陀慈悲开示。弟子日日修行，诵经念佛，受持戒律，然而心中烦恼仍旧层出不穷，贪念起时难以克制，嗔心生时一发不可收拾，而种种妄想执着也常令人昏昧不清。佛陀曾说，众生烦恼之根莫过于贪嗔痴三毒。弟子斗胆请问，若论三毒之中，究竟哪一毒最难断除？”佛陀听罢，并不急于作答，而是望着阿难微笑，眼神温和，像是一位父亲在看着自己的孩子。他缓缓说道：“阿难，如所问者，正是修行路上最重要的根本问题。”佛陀目光扫视全场，见众弟子也都竖起耳朵，凝神听闻，便平静地继续道：“三毒者，是众生无量烦恼的根本，是六道轮回的发动机。贪使人迷恋不舍，嗔令人嗔恨伤人，痴令众生迷惑颠倒，不识正道。世人多半以为贪最难断，因为世间人好色好名好财，贪欲无穷，亦有人说嗔最烈，嗔心一起，智者便愚，亲人便仇，或是连连。”佛陀话锋一转，语气略显庄严：“但阿难，若从根本而论，最难断者并非贪，亦非嗔，而是痴。”众弟子闻言，心中一震，阿难也不禁睁大眼睛：“痴？为何是痴？”佛陀慈悲地看着他，缓缓说道：“贪与嗔虽未重罪，但皆显而易见。贪欲让人追逐外境，一旦受苦，上知反省；嗔恨让人怒火攻心，事后多有悔意。然痴则不同，痴者无明也，不知因果，不识善恶，不明四谛，不辨正邪。最可怕的是，不知自己无知，迷中不觉，反以为是。”阿难若有所悟，低声道：“原来如此，痴如夜中行路，不见方向。”佛陀点头称是，正是此意。譬如有人夜行山林，不点灯火，妄走乱撞，终至悬崖而不知。贪是火，嗔是风，而痴是那黑暗本身。众生不识因果，贪图享乐，便种下贪之果，不知自省，嗔起成灾。而这一切皆因痴根未断，智慧未开。讲到此处，佛陀停顿片刻，抬头望向天边初升的阳光，语气平静而深远：“若人断贪，不久复起止嗔，亦在然；但若破痴，智慧开启，贪嗔自息。是故三毒之中，痴最难除，亦最须先除。”阿难闻言，双手合十，低头说道：“弟子今日明白，贪嗔皆生于痴，若心有明灯，则烦恼自散。愿佛陀慈悲，继续开示断痴之道，令弟子等不再迷途。”佛陀点头微笑：“明日清晨，我当为大众详说破痴之法。三慧之路，八正道行，皆能灭此根本痴毒。汝等今夜静坐观心，明日再听法。”众弟子齐声应诺。讲堂内一片清静祥和，晨钟在响，烛影婆娑，一堂法语如甘露，润泽弟子心田。晨雾未散，竹林精舍内，梵音轻诵，僧众静坐。佛陀端坐于法座之上，阳光透过竹叶斜洒在他的僧衣上，静谧如画。阿难尊者跪坐在佛陀座前，恭敬合掌，轻声说道：“世尊，昨日您开示三毒之中，以痴为最难断者。弟子虽略有所悟，然心中仍多疑问。贪者，人皆知其未欲嗔者，人亦能觉其怒；而痴者，既无形亦无声。弟子实不知如何关照，如何断除，恳请佛陀慈悲，为众生详说破痴之道。”佛陀微微一笑，语气柔和：“善哉阿难，你能生起此问，说明你已起决心。痴虽难断，但非无解。佛法正是为破无明而设。”众弟子闻言更加肃然，专心听讲。佛陀目视众人，缓缓说道：“阿难，痴便是不明白，不知道因果，不明白人生苦集之源，不识解脱之道。贪是抓嗔，
视距而痴，是看不清，看不清缘起，看不清自己，看不清世界的真相。他举起一片落叶，说道：你们看，这片叶子从树上落下，是风吹的，是树老的，还是自然规律？若人不明白万法因缘所生，就容易执着于我他对错应不应该，这便是痴。阿难认真聆听，点头道：弟子明白了。贪嗔尚可觉察，痴却常藏于心念深处，不知不觉，正所谓迷而不觉。佛陀点头，正是如此。譬如夜行者，若无灯光，即使道路平坦，也难免跌倒。痴就像夜色，遮蔽智慧。若要断痴，必须点亮内心的光，那光就是智慧。佛陀继续开示，想要破痴，不可空谈，须实修三种智慧：闻慧、思慧、修慧。他举起3根手指，逐一解释。第一，闻慧是指听闻佛法，建立正见。阿难，你可曾见过盲人听人引路，方能前行？若不听正法，便如盲目之人，凭己见行事，越走越偏。闻慧是修行之始，要常亲近善知识，听闻佛经，了解人生真相，无常、苦、无我、空性，这才是开启智慧的第一步。佛陀停顿一下，扫视全场，声音温和而坚定。若只听世俗之言，不亲近正法，只会增长妄见。佛法是明灯，正见是方向。第二，思慧是指深入思考，破除迷信。闻法之后，不能停留在听的层次，要用心去思考。譬如听说火热，必须靠近试一试，方知其温度。思慧便是对听闻的佛法不断关照反思，和自身经验印证，从而升起信心。动摇就有迷执，有人听法多年，却不思不解，仍信邪说迷神通贪供养，这都是缺少思慧所致。三，修慧就是身心践行，真实受用。阿难，若人只听不修，只想不做，如口说蜜甜，却从未尝过，岂知其味？修慧就是依教奉行，持戒念佛，禅定行善，关照自心，一日一日累积，方能破除痴暗。譬如清洗衣物，非一日可净，但只要日日洗涤，终有清洁之日。心若日日用佛法洗涤，痴便会渐渐减弱。佛陀看向众人，语调缓和，痴不在远处，就在每一念之间。他继续说道：当你对人心生误解，却不愿求证，那是痴；当你遇苦只怨他人，不知反省，那是痴；当你执着一段感情不放，不知无常已到，那更是痴。若能时时关照自己的念头，我此刻是否明白因果，是否随顺贪嗔，是否如理思维，只要这样练习，痴就开始松动。阿难恭敬叩首，低声道：世尊，弟子明白了。佛法不是高高在上的理念，而是时时刻刻关照内心，在生活中修正自己。佛陀微笑，慈悲开示：是的，佛法不在深山，不在文字，而在你吃饭、走路、说话、起念之间。你一日用佛法思维观察修行，那一日便在灭痴。竹林间的阳光渐盛，微风穿林，吹得落叶轻响。佛陀起身，缓缓走下法座，站于阳光之中，说道：痴如迷雾，遮蔽心眼；智慧如灯，照亮前行。愿汝等日日闻法，时时思维，处处践行，使心不再迷乱，使道不再昏暗。一分正见，一分光明，一分光明，一分自由。阿难在心中默念：愿我生生世世听闻正法，远离痴暗，以智慧为灯，照亮自他。佛陀继续说道：我已经为你们开始说三慧、闻思修，现在我将说破痴之十修正道、八正道。众弟子齐齐合掌，齐声应诺，愿闻佛语。佛陀安坐，缓缓开示：阿难，众生因无明而流转生死，痴是根本，而欲破痴，不能只靠愿力，更需走上清净之道。此道便是八正道。他顿了顿，环视众人：八正道如桥如舟，能载众生出苦海，离痴暗，登彼岸。佛陀抬手指向远方山林：正见如灯塔，若人心中没有方向，再努力也只是原地打转。他解释道：正见便是明白因果报应，明白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苦空不净，是智慧的起点。若人不信因果，
常说做坏事也不见遭报，修行有什么用？就是典型的无明。譬如有人明知火热，还偏要用手去摸，终被烧伤，这就是没有正见。若他早知火可灼人，自会远离，这就是正见的力量。正见不是知识，而是正确的生命观，是对世界与自我的真实理解。佛陀继续说道，有了正见，还要有正思维。人心如马，若不加以关照调育，便四处乱跑，种种妄念不断。他看向阿难，问道，阿难，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？念佛时突然想到世事，念经时心却跑到明日的饭菜。阿难惭愧地低头道，世尊，确实如此。佛陀微笑，众生皆如此，妄念起于习气，若无正思维，便易被贪嗔痴带着跑。正思维是提醒自己，我为何修行？我此念是否有益？是否出自贪嗔痴？他继续，正思维就是用正见来时时提醒自己，把心从妄想中拉回正道。佛陀温声说道，阿难，你可知一人之口能造福也能造业？阿难点头，弟子明白。世人一句话能伤人3年，一句话也能救人一生。佛陀称赞，善哉！正语就是不妄言，不恶口，不两舌，不绮语。世人痴迷于口舌，随意说话，不知口业最重。他强调，痴心之人说话不经大脑，不思后果，随口谩骂搬弄是非，日久口业累积，感得来生舌牙口臭，受人憎嫌。反之，若常持正语，语言柔和，真实利益他人，便可种下清净智慧的果报。佛陀站起身来说道，修行不是空谈，要在生活中行正业，行为不端，纵有佛理，皆是虚妄。他略作停顿，解释，正业者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此3者是人道基本，也是修道的根基。他讲了一个小故事，有位屠夫日日杀生养家，心中虽敬佛，却不曾戒业。后来病中欲念佛，却因怨气缠身，难得安宁。弟子当知，智慧不能空想，要落实在行为上，方是真修行。佛陀接着说道，阿难，众生为生计忙碌，世间职业百态，然修行之人更要注意所取之命是否正当。他解释，正定即是用正当清净之方式谋生，不杀生，不骗财，不卖酒，不行邪术。若用杀盗欺骗养家，即使念佛持咒，也难生清净之心。一个人若用正命谋生，心地安稳，行为清净，智慧之门自然开启。佛陀继续说道，语气略显庄重，阿难，破痴之人，不可3日热5日冷，智慧非一朝一夕可得，须日夜精进，方有成就。正精进乃是不懈怠，不放逸，不自满，不懒惰。有人初学佛时热情满满，数月后便懈怠，痴念如草，一日不除，又生满地。若无精进之心，佛法难入。修行之路如登山，每一步虽缓，日久自现高处风景。佛陀继续开示，阿难，人之所以痴，多在于不自觉，行时不知自己在做什么，说话不知影响何人，念头起时也不加审查。正念就是时时觉察自己的身口意3业，不让自己随顺妄念而行。譬如你走路时，是否清楚每一步？吃饭时，是否知道当下咀嚼？与人说话时，是否知道自己的语气？若能时时反观内心，即便在日常生活中，也是在修行，也是在破痴。佛陀话音温柔，如春风拂面。最后，正定是修8正道的归宿。正定不是发呆，也不是空白，而是安住于当下，心不散乱，定中生慧。譬如油灯置于无风处，起火不摇，光明清晰。人心若能安住，无妄念纷飞，自可见心性本明。佛陀合掌总结8正道：入梯、入舟，引人出离于痴，步步相觉，降至此处，阳光照亮，精舍大地，竹林微动，法堂宁静。佛陀环顾众弟子，语气温和却坚定：诸比丘，世人皆言想的智慧，却不肯走上正道。佛法非神通，非奇迹，而是正见、正念、正行的累积。若日日依8正道行走，贪自然弱，嗔自然息，痴自然灭。阿难深深叩首，感恩道：
世尊所说，弟子铭记于心，愿从今日起依八正道，日夜行持，不求速成，但愿真修。众比丘齐声顶礼。法堂内一片庄严安静，佛陀微笑，缓缓起身，向竹林深处行去。竹影随风，似在低语。断痴之道，在于步步正行。阳光洒满竹林，微风轻拂草地，竹叶发出沙沙声，如佛陀讲法的回响在空中悠扬。阿难起身合掌，恭敬问道：世尊所讲，弟子等已铭记于心。弟子斗胆再请问，若贪嗔痴三毒阶段，众生是否便能真正出离生死？佛陀点头道：三毒既断，烦恼不生，六道轮回自然远离。因三毒是生死之根，贪令众生执着情欲，嗔使人造恶生怨，痴令迷失方向，造业不止。他望着众人，语调更加沉静。贪是拉着你沉入深渊的绳索，嗔是燃烧内心的烈火，痴是蒙蔽心眼的浓雾。若不识破它们，便如盲人入夜，无知无觉，只随业力转动。佛陀回望竹林深处，说道：世间有许多聪明人，自以为理性懂事有知识，却在佛眼中仍属愚痴之人。阿难疑惑，何以如此？佛陀解释道：他们聪明于算计，善于言辞，却不明因果，不修正道。他们追求成就，却不知人生无常；他们追逐感情，却不知爱欲是苦的根本。他们忙碌一生，却未曾静心自问：我为何而来？死后将往何处？真正的智慧是照见人生真相，不被假象所惑，是能把握当下，断除贪嗔痴。佛陀看着阿难说道：阿难，断贪不是不要钱，是知足常乐，不为贪心所动；断嗔不是不表达情绪，是内心温柔，不被愤怒驱使；断痴不是变得清高脱俗，是时时清醒明白因果，不迷于假象。他望向在座弟子，语气真挚。修行不在山中，不在经书，不在打坐时的姿态，而在日常生活中每一个当下。当你吃饭，知食从何来，感恩不浪费；当你说话，知言语伤人，便谨言慎行；当你面对诱惑，知取舍轻重，便不随欲起舞。这就是修行，这就是智慧。佛陀继续说道：许多众生误以为修行是出家，是躲入山林，不进人间烟火，实则不然。佛法不离生活，智慧正是要在烦恼中开花。他看着一位年轻弟子问道：你可曾在生气时觉知我正在嗔怒？你可曾在起贪时反问我真的需要这个吗？你可曾在做决定前静下心想，这样做是否合乎因果？年轻弟子羞愧地低头。弟子常常忘记。佛陀微笑着点头，能发觉便是觉醒的第一步，不觉中起心动念便是痴。若你日日提醒自己，念念归回当下，日日用佛法关照心念，那你已走在破痴之道上了。佛陀在法座上双手合掌，最后说道：三毒如毒蛇，日夜缠绕，唯有智慧未见，才能斩断缠缚。八正道如舟，三慧如舵。愿汝等不但闻法思法，更要实修实证。愿一切众生知贪为苦，知嗔为业，知痴为暗。愿一切众生不迷情爱，不惑名利，不堕无明。愿一切众生听闻正法，日日关心，行于正道，步步趋向光明之路。风过竹林，沙沙作响，仿佛佛陀的声音仍在林间回荡。众弟子肃然起身，一齐合掌跪拜。阿难仰望天光，轻声默念：愿众生离痴，得慧眼；愿我此生常行正道，永不堕落。众弟子一起起身，顶礼佛陀，内心如竹林间阳光出现，渐觉清明。